现在是2025年11月26号，这次5天的旅行要去北海道，来个人生第一次的国外独旅。因为班机出发的时间是早上6点，所以我半夜2点多就到机场了。这次来回搭的都是虎航，座位有点挤，但是手提行李可以有10公斤，对我来说比较宽裕。因为我带4台相机，还有一堆电池。半夜进到机场，出发时间已经是拂晓了，象征着这趟旅程的开始。第一次自己到国外旅行，有点期待加上紧张。看着远离的台湾，有种兴奋加上刺激的感觉从心底油然而生。为什么会想去北海道呢？主要是因为看到前阵子北海道下初雪，雪况很好，然后机票刚好很便宜，来回只要7900，再加上最近有空，之后应该比较难安排好几天的行程，在这种冷门的时间出发，所以就趁着有空又便宜，准备了这次行程。对了，我因为前阵子声带受伤，去北海道的时候才刚好一点，再重新学习怎么讲话，所以有时候讲话会破音或是卡住，就多多包涵了。刚刚下飞机，这边人好少，之前来日本人都超多的。然后呢，我现在要先去找那个应该是 JR 吧，反正先坐交通工具到那个札幌市，然后先到饭店附近，说不定到那边就可以 check in 了。然后现在想办法过去。然后呢，刚刚要下飞机的时候发现没有雪啊，跟我想的不一样。我明明看上上周吧，那时候看新闻还是看别人发的那个影片，那时候札幌明明就在暴雪，结果我刚刚下飞机看那个完全没有白色的，但好像明天还是后天会下雪，所以希望有吧。然后现在要来研究一下我到底要搭哪一个线到那个札幌，应该可以用西瓜卡吧？哦，有，我还有1万块，西瓜卡超好用。千歳線区間快速エアポート札幌行きです。停車駅は北広島までの各駅と新札幌、終着札幌です。列車は前が6号車。列車北海道淀の行き11番線12時40分お乗り換えです。现在呢，快要到那个背包客栈，然后好冷哦，超级冷，然后没有雪啊，刚才飘雨，天啊，可恶，我想要下雪啊！终于到了，我刚刚绕了一大圈，我刚刚经过还想说是什么店，然后从那边走过去绕了一圈，因为导航只在隔壁，结果发现在这边，又绕了一圈回来。接下来就到这次旅行的小窝。LDK 的背包客栈，会选这间主要是因为 CP 值不错，住4晚共3000出头，价格不贵，又在热闹的商店街旁，离捷运也不远。这间店的店员们都很热情，我运气很好，遇到一位会讲中文的店员。他说晚上旅馆1楼有酒吧，可以下来聊天。1楼除了酒吧之外，空间也算大，还有厨房跟冰箱，可以去外面买东西回来煮。然后它1楼还有附这个大地图，写蛮详细的，附近有什么东西它都有稍微写一下。然后还有给这里。接下来呢，刚刚不是有一张那个它的附近的小地图吗？攻略。然后我就发现那个旁边那个好像是什么小狸猫吗？还是什么狸什么东西的商店街，蛮多好吃的。我没有吃早餐，也没有吃午餐，我就中间吃一点零食而已。然后现在已经下午2点，去那边吃一下东西好了。我感觉变更冷了。然后到这个李小璐啦，不是小狸猫，
我一直把它记成狸猫。到这边了，商店街，这次好像没什么有开的，到时候来看一下。我来找一下那个他给的地图上面的店家，看好不好吃。我刚发现呢，他的地图上有些我想吃的店家，他只营业到3点，然后有点赶，所以我就先随便看一下好了，看要吃什么。我刚刚进来啊，原本只是想说找一间能够吃饱，不要饿肚子就好，但是蛮好吃的，这个也不错。1300日币，大概台币200多块。虽然咖喱有一点咸，但是好好吃哦，咖喱不错吃，好吃。填饱肚子后，去便利商店买了优酪乳跟布丁。每次来日本，我都吃一堆，真的很好吃。然后回到饭店稍微睡一下。一个人旅行的好处就是时间可以自由安排，想去哪就去哪。这条李小璐商店街真的蛮好逛的，有各式各样的商店。现在时间下午5点，天已经黑了。我刚刚稍微眯了一下，然后现在打算走到那个札幌电视台，然后那个札幌电视台前面就是大通公园嘛，然后大通公园它前面是一长条的，所以我就走到札幌电视台，再一长条走过来，然后大通公园走到尾呢，又差不多快要到饭店这边，是这样一个三角形，然后找吃的，然后今天先这样。明天还要很早起，所以今天先早点睡吧。也不知道，等一下再看一下要干嘛。先走过去，结果又从刚刚的商店街走过来，现在这边人变好多。这边如果喜欢逛街的人来这边，应该会逛得很开心，超多商店，各式各样都有，真的，像伴手礼啊、唐吉诃德、药妆店。还有扭蛋啊，各式各样的都有，吃的、喝的、点心，超多。快要走到电视台这边，还有那个市集，应该是市集了。哇，好有圣诞节的感觉哦！要是我下雪就要讲几次。大通公园长1.5公里，算是札幌人的节庆中心。4个季节都会有许多不同的活动，像是2月的冰雪节，或是今天遇到的圣诞市集。有雪景的话，应该会很美。真的好可惜没下雪。再来走到旁边的札幌电视台，这边算是札幌的地标吧，上面有个观景台，但是要收费。这种浪漫的地方，对于孤身到来的我来说，实在是没什么吸引力，所以逛一下我就下去了。OK， 下午不是有说原本要看那个背包客栈给的那个地图，然后去找那个汤咖喱，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去到那些地方根本找不太到。但是汤咖喱好像是来这边必吃的一个东西，像我朋友也很推荐我说来这边一定要吃汤咖喱，所以呢我刚刚就 Google， 就直接找汤咖喱，然后刚好发现附近就有3家。一家是素食的，然后另外一家稍微远一点，我就挑了离饭店最近的这一家，然后评价感觉不错，然后店家也布置的蛮有氛围的，
那待会来试试看，看它好不好吃。菜单，它这个好像说是这种野菜，看起来超好吃的。我刚点这个，哦，这边可以选辣，然后你的饭要大小，或者是有没有加其他东西？那我是没加啦，因为我都看不懂啊，看不懂不加啊，就这样子。进去 ，OK， 它上菜了，然后店家刚刚还很贴心的给我这个围兜兜纸做的，然后它的饭很特别，是用的像忍者手里剑的形状，然后他们东西真的看起来好好吃哦，我们来试试看。哇，它里面好多种蔬菜哦，有青椒，这什么莲藕，还有菇有2种。那个菜感觉特别烤过，然后咖喱跟一般的咖喱有点不太一样，它多一点那种辛辣的感觉，但是它的辛辣不是那种一般的辣，而是有一点清香的辣，它是会跑到鼻尖的那种，好好吃哦！今天吃到的都不错。那菜有另外有可能是烤过或炸过，应该有一些是炸，有些是烤的，这个应该是用炸的。好，吃饱了。真的不错吃，虽然吃到最后面会有一点点腻，但我觉得还是很好吃。这家在2楼，然后前面那边就是那个我也是忘记它名字，李小街嘛，李小路的商店街的尾巴，所以尾巴在直走就会看到。不错啊！我要回饭店，好冷哦，好冷，好冷，可是没有下雪，哭啊！我现在回饭店，然后等一下准备洗澡休息。明天早上要起一大早，然后要去那个洞爷湖、跟登别地狱谷还有小樽的一日游，要去集合。我记得是8点还是7点半就要到，所以我要很早起，所以先早点睡。好，先这样。啊，各位早安啊！我们今天要去那个洞爷湖、登别地狱谷还有小樽的一日游，然后现在早上应该快7点了，好冷。昨天好像下过一场雨，地上都是湿的，超冷的。我现在要去札幌车站的那个巴士乘车口，我现在要走路过去，先搭捷运吧，搭捷运过去札幌车站，然后再走过去。我决定提早半小时到集合地点。对，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嘛，李小璐的那个尾巴七丁目，应该是第7条街嘛，不知道。然后那边前面就是昨天吃的那个忍者的那个汤咖喱。我觉得住在这个李小璐附近啊，或者是大通公园附近，真的很方便，因为他们附近都集合了一堆的这些商店，要吃的、喝的、逛的、玩的都有。像是住在这边，我这次住这边住4晚。那我4天晚上就可以在这附近吃，因为吃的东西很多啊，所以可以去试很多家，各式各样的。往札幌，那个灯，嘿，西瓜卡车超方便的。买好早餐了，罗森，便利商店真的很方便。然后现在走路过去他们的那个集合点。好，出来了！我现在带着我的早餐，赶快找地方。我先去那边，再去那边吃好了，或者是到车上吃也可以。但我要坐好久的车，应该要坐1-2个小时的那个巴士。虽然没有雪，但早上札幌也是蛮好看的。啊，好冷哦！啊，这么冷，然后又没雪。它现在就是在那个快要下雪的边缘，现在大概1度吧，还是0度，就是不给你下，但是要很冷，好烦啊！哎呀，我刚刚找到了，我刚刚原本想要吃早餐，但是那个椅子太冰了，坐不下去。然后原本集合点应该在前面那个站那边，然后呢，我就想说，我来看到一台巴士的那个车牌怎么跟我们要搭的车牌一样。然后就走过来看，结果我发现他巴士停在这边，所以我要提早上车了。他原本说8点才来，现在7点40，
大概提早20分钟来。我先上车。嘿，这次的巴士，跟我上次搭的一样，差不多的巴士。在北海道的5天中，有2天我都选择一日游，主要是在研究北海道时，发现北海道实在是太大了，很多有名的景点都散落在各处，要自己搭车前往不方便，而且车资就跟一日游的团费差不多了，所以选择了2天的一日游，不用一直赶车，搭巴士也比较好休息。然后在日本啊，因为外面通常没有垃圾桶，所以建议带几个塑胶袋装垃圾，回饭店的时候再丢。像我这次出门带了好几个小垃圾袋。好，现在到我们第一站登别地狱谷了，蛮壮观的。然后这边到处都是那个硫磺的味道，然后地板上超多烟的，好酷哦。然后那时候会叫地狱谷，导游说好像是因为那时候日本人刚来的时候，然后闻到那个硫磺的味道，然后又看到很多什么烟，然后还有这边的地貌，所以他们就觉得哇，好像来到地狱一样，所以这边就叫做地狱谷。然后登别好像是这边的地名，这样子。然后刚刚不是说有地热吗？走下去靠近下面那边地方的时候，就真的比较温暖，然后地板是热热的，超酷的。上来就又开始有点冷了，然后硫磺味是有点刺鼻啊，但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哇，它这边好酷哦！看那个旁边那个溪流啊，我不知道是从哪边流出来的。感觉可以当温泉，然后它前面我觉得这个木质的栈道刚刚走过来很漂亮，然后它走到底会有一个这个，这边可以拍照，拍起来应该不错。然后大概待一下就要走，然后这边也不能飞空拍机，我还特别去申请了日本空拍机，结果真不能飞。等一下看一下东野湖那边能不能飞，应该也是不行的。然后刚刚呢，导游在路上给我们补充说，北海道呢好像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才发现的岛，好像是1860年吗？差不多那个时候，所以这边的很多东西都很新。然后这边好像很多物种都会叫前面名字都会冠一个下一什么什么下一什么，比如说下一种熊啊，下一狐狸或下一什么什么。时间差不多了，准备要回去了。大概逛一下，这边还不错啊，但大概拍一下差不多了。待久一点之后就不太会臭了，还是会有闻得到，但是就还好，比较习惯了。这个好酷哦，超温暖的。接下来到昭和新山，就是我后面那个山，噔，那个好像是目前还是活火山，但不会喷发。然后这边好像有缆车，然后也有那个熊牧场。那个是雪吗？哇，这个是雪耶！好感动，这次旅程第一次看到雪，踩一下雪。成就达成，好惨啊！希望这几天还会有。好，我到了熊牧场了，刚买票进来的，然后还有买苹果。苹果的话，一袋是300日币，然后还有一篮的是1000日币。那我只是想要喂一下就好了。然后好像熊会给你招手，然后要你喂给他。刚导游说的，不知道会不会。然后这边的熊好像叫什么虾夷棕熊。熊牧场的入场费大人是1000日币，入场费没有包含在一日游里，需要另外付钱。
但这站不去熊牧场，好像也没办法去其他地方，所以我就买票进去了。然后给熊的苹果看起来超好吃的，熊吃真好啊！不过其实今天的一日游，我本来是没有打算要来熊牧场的。北海道很多一日游都把熊牧场跟动物园和很多有名的景点绑在一起，但我对动物没什么兴趣，最后特别找了这个没有动物行程的一日游。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还是跑来这边。另外，这里除了熊牧场外，旁边还有缆车可以搭，不过时间不允许，所以就没有去了。再来到旁边吃午餐，原本我对观光区的餐点没什么期待的，但意外的还不错吃。另外旁边也有这边原住民开的店，蛮有氛围的。在临走前逛一下，接下来就要去下个景点了。啊！我刚下车，现在到洞爷湖的一个观景台，这是观景平台。然后前面有一个很远的羊蹄山，他们说是有座北海道富士山之称，在这边。啊，太远了，看不太到。然后这边湖水好干净。再来，导游带我们到这个超好拍的点。旁边就是停车场，下车直达。湖水非常干净，从这边往羊蹄山望去，有着干净的构图。我用相机贴近水面，用洞爷湖当前景，刚好天空也是蓝的，加上藏在山后的羊蹄山，非常好拍。但这里好像就只能拍照而已，停留10分钟就继续赶下个行程了。再来到了一个洞爷湖的展望台，又是一个展望台。这边地势较高，视野辽阔，但是羊蹄山在另一个方向，没能和洞爷湖同框，有点可惜。旁边有个伴手礼店，导游说这边的优酪乳很有名，我买了一罐，但是觉得还好，我比较喜欢 7-Eleven 的。但后来在要离开前，发现这边也看得到羊蹄山，而且还有稻田。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刚好又有一个红色小屋，我觉得超完美的，有种宫崎骏动画的感觉，好像进到了另一个世界。接下来要坐很久的车到小樽，这时候越靠近羊蹄山，越觉得壮观，跟富士山很像，但是又有不一样的感觉。感觉羊蹄山有种原始，像是还未雕琢的富士山一样。一边休息，一边享受景色，这段路途很舒服。再来开到山区，路上开始多了一些雪白，一直到整片的雪色。我这时候超兴奋的。想说，难道小樽那边也有雪吗？我事前有先做功课，小樽那边配雪景的话会超好看，所以现在超期待的。但期待越大，失望越大。接下来下了山之后就没雪了，原来是因为刚刚翻过一座山，海拔较高的关系才有雪。
现在到了最后一站小樽，但是导游没有跟我们说要逛哪，可能就是应该是自己随便看看吧。然后因为小樽呢离札幌其实也不会很远，然后可以直接坐 JR 的地铁到，大概40分钟吧。所以他就说，你觉得逛不够的话，就跟他说一声，然后可以自己回去，这样子。接下来到小樽逛，我从下车的地方一路边散步边逛到运河旁。小樽这边真的非常好逛，我个人觉得比札幌市区还好，有很多小店，吃的、喝的或是手作、伴手礼，非常丰富。离开商店街，还可以在运河旁散步，这边也很干净，一旁的建筑也很有特色。要是有下雪就好了，一定会更美。我原本是打算自己坐地铁来逛的，但是一日游行程里面有，就把时间留给其他地点，明天可以去逛一些别的地方。刚刚从这个商店街的头，然后一直走到小樽运河，再走回来，我发现时间就过了1个小时多了。我其实中间的店我有进去几家看啦，但是我都是大概逛一下而已。如果今天你们是很爱逛街的，我觉得这边小樽这边应该可以走个半天甚至1天哦。如果你只是很爱逛街的话，因为这边小店真的非常多。好了，就这样了，集合时间也差不多要到了，然后过去等待集合。晚上我想要去吃那个李小璐商店街，里面有一个看起来很好吃的那个鱼肉火锅，然后才200多块台币。可是昨天我要去吃的时候，发现里面人都坐满，所以我今天打算再去一次，看今天有没有人吃到。哎，好了，我现在回去那个背包客栈放完东西了。然后我现在要去吃晚餐了，好冷，吃点锅应该蛮温暖。他的店员很贴心的，帮我送一个平板，然后可以用中文点餐。它这个鲔鱼是在它的菜单里面上面写推荐，好吃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3ミニ ，OK。然后我的锅刚刚来了，他说要煮10分钟。锅物呢是1200日币，然后鲔鱼是780日币，但是它的大份再加100日币就好。可是我想说，我的生鱼片没有吃那么多，所以我点正常就好了。我的火锅终于好了，等好久，我肚子都饿了。它这个是味噌鲑鱼锅，它的那个鲑鱼味噌火锅味道有一点点重，但是它不会死咸，还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是鱼吗？还是味噌的甘甜？还不错。然后我刚刚看他们很多日本人的客人，就是很多日本人应该在地的吧，就是源源不绝的，就是每隔1-2分钟就会有1-2组人进来，然后一直进来。看来这间店在这边感觉是蛮受欢迎的。晚上来这边喝这个札幌的啤酒，然后它这个吧可以聊天。English. And then you'll be good at English. Okay. All English. Okay, again. So there's a Chinese guy who was inside our room in the shared dorm. Now, he asked me using it. And what do you want to buy?
So I think I want to buy something. To eat。 Yeah. 刚在酒吧认识2个外国人，3个外国人，然后有一个外国人他说来买东西，我就跟他来了。然后等一下我们回去酒吧聊个天。反正晚上那个打呼声超可怕的，里面有4个位置，我占1个嘛，另外3个疯狂打呼。我昨晚睡不到几个小时，那我不如在下面多聊点天再上去，反正一样睡不着，因为耳塞都没有用，超大声。This is my new friend. Wow. Johnny is training. Let's go. Hey,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Vin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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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s from Philippines. Oh my God, it's fucking cold. Yeah, I say very cold. 我刚刚要穿另外一件衣服，然后他跟我说不用啦，那么近，超级冷。哦，各位早安啊！今天居然下雨了，为什么不是下雪，而是下雨了？好烦啊！哎呀，怎么会下雨呢？今天是自己随便逛了一天，然后第一站我要去先走李小璐商店街，走到底。我在7丁目嘛，然后走到1丁目再过去就会是2条市场。我先去2条市场逛一下，然后再去它附近有一个神社，然后逛完之后呢，再去另外一边比较有名的神宫，再来呢坐不到火车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等一下来查一下。然后坐到札幌旁边有一座山，我忘记它的名字了。那座山有缆车，然后我已经买缆车票。然后缆车下面呢有一个什么稻荷神社，然后它里面的鸟居很多，红色的，然后有点像什么千本鸟居。然后之前去京都的时候没有去看到千本鸟居，我想说，那我就去这边来看一下札幌的千本鸟居。现在走到商店街的尾巴，然后前面那边就是2条市场。听说2条市场很多吃的，什么海鲜什么的。虽然我不能吃带壳海鲜，但是我还是去逛一下好了，说不定有我能吃的。2条市场是一个有着超过100年历史的市场，据说是从前有渔夫在这边卖鱼，后来摊贩也开始聚集，慢慢形成了现在的规模。在这边除了可以吃到新鲜的海鲜外，也可以找到一些水果或是卖干货的摊贩。逛了一阵子后，没看到想吃的，所以就准备往下个地点出发了。我刚刚从前面走过来，然后走到底下往回走，中间遇到大概有6、7成都台湾人吧，听得出来，然后还有一堆台语。如果是喜欢吃海鲜的，应该会蛮喜欢这边的。像大部分我都不能吃啊，我只能吃鱼而已。然后它除了外面的大条呢，它中间有一些这种小巷子，里面有很多店，蛮好玩的，很有feel。都是螃蟹，到处都是螃蟹，还有扇贝。这边神社离2条市场蛮近的，走过来刚刚大概5分钟就到了吧。一个不大的神社，我在 Google 地图上面看到的，我想说我就过来看一下，反正也不远。这边可以抽这应该是抽签吧？喂，几百块，台币20块，抽个签。看一下，莫吉，感觉不是很好呢，至少还是吉，好不好？真的没有人那边还有一坨雪，有没有白白的？要是这个是下雪就好了，这边下雪应该很漂亮，都是白色的，然后上面都白色的，好烦哦，这次我早点来或晚点来，应该都会下雪。哦，从正门进来。这好像叫什么盾宫。哦，雨好像差不多要停了。
我也不知道我刚刚做对不对。他说什么？一拜2拍手再一拜，然后刚好旁边有个日本人，我就学他。好，现在搭地下铁。搭过去那边还要再走15分钟的路，才会到那个很有名的那个神宫。后来发现好像有巴士可以坐，有点怕，不知道日本会不会到。巴士我就不太会搭了，看不太懂，但是应该会到。然后刚刚一样用那个西瓜卡。等一下见真章。我们还想这个是那个。哎，完蛋！我发现我好像有点偏离路线，但是它上面写说会到那个圆山公园的正门，所以应该有约到附近，所以应该还是可以吧。来到了。结果到圆山公园，看一下有没有路可以走过去。下雨，下雨。这个圆山动物园好像也是蛮有名的一个景点。它大人是800元日币，高中生400块。但我对动物园是还好啦，我就没有要进去了。这条路要是秋天的话，或者是下雪，应该很美。哦，到了北海道神宫。接着到北海道最有名，也是规模最大的神社——北海道神宫。这边的氛围感觉在庄严中带点自然，在这边的树林间散步蛮惬意的。里面有卖这边有名的判官饼，现烤的红豆糯米饼，非常香，吃起来外酥内软，内馅有点像烤年糕的感觉，还有一些红豆馅，但只能在茶屋内吃，可以散步又好拍。综合来说，我个人蛮推荐来这边走走的。60千，我在想我要抽，能抽一个看看。个气矿门，看一下。哎，又是墨迹，是这样，这是命中注定吗？我要前往下一个地方了，我要再去那个稻荷神社。前面那边就是那个刚刚的那个神宫神社，旁边的圆山公园感觉很好逛。我觉得如果来神宫神社，顺便来这边走一下，应该也不错。看，虽然现在那个叶子都快掉光了，现在走过去还要10分钟，然后再坐公车坐10几分钟，然后再走路再几分钟才会到。刚刚坐公车坐了10几分钟，然后到了那个稻荷神社。然后前面那个很远很远的山上都是雪耶，我在想，待会我去坐缆车的时候，说不定也可以看到雪景，可能不会下啦，但是可能有雪景可以看。看到了，就在前面。到了福建稻荷神社。哇！我一直想要走走看这个鸟居。
再来到这个我蛮期待的福建道和神社，在神社前有27个鸟居，后来查资料才发现，这边就是京都福建道和神社的分社，难怪长得那么像。让我觉得意外的是，这边居然没什么人，让我可以一个人享受这边的宁静。但可惜的是，在鸟居和神社的中间有个牌子写禁止摄影，所以后面的神社我就没拍了。因为神社没人，我还特别跑到旁边的咖啡厅去问店员，店员说不要是商业摄影应该还好，鸟居的部分应该可以拍，来这边的话要注意一下。走完了，好漂亮，这里满足我没有看到那个京都千本鸟居的遗憾。现在喝杯咖啡休息一下。然后我刚刚上网爬了好多文哦，他说这边最主要就是，反正重点就是鸟居区可以拍照，然后鸟居区的后面就不能拍，所以我刚刚拍那些可以，我刚刚鸟居区后面就完全没拍了。好，真的是害我以为这么好的景点完全不能拍，好像是因为之前有太多观光客进去拍照，所以他们才做这样的这个禁止。我走了11分钟左右，到了这边搭缆车的地方，然后上来前要爬一小段爬坡。有松鼠，好可爱哦！松鼠过马路。然后待会呢，我们现在这边我们会先坐这种缆车，然后上去，到那边之后呢，我们再坐这种第二种缆车到那个山顶上，然后那个山顶有个展望台。好像还有一些商店吧，然后在 KKday 上已经买好了，有便宜一点点啦，或者你要来这边买也可以，来回大概是台币400。再来，终于坐到这个心心念念的缆车了。当初会选这个行程，主要是我本来就想来日本搭缆车，又在搜寻时发现札幌市区旁的这个早岩山，坐缆车上去可以鸟瞰整个札幌市区，非常美。当初想象中可以看到整片的雪白世界，虽然最后没下雪，但还是蛮美的。搭缆车的时间比我预想的短得多，几分钟就结束了。如果想拍照的，最好是一上缆车就要抢好位置。另外，每班缆车间隔约15分钟，如果在旅游旺季来，可能要排很久。这个好像蛮短的，坐一下要结束了。为了拍到日本的空拍，我在出发前就申请日本的空拍许可，但日本的空拍规则超麻烦的，就算有申请，也在空拍地图绿区，但也不一定能飞。每个城市有自己的规定。为了确认，我还特别问了缆车站的员工，前面几天在洞爷湖那边都不能拍，终于在这边解锁了在日本飞空拍的成就。不过展望台上超冷的，飞完手都快冻僵了。搭完缆之后，再来打算找个吃的，但现在时间有点尴尬，附近很多午餐都关门了，
所以决定回饭店附近找。然后刚好发现可以搭这个轻轨回去。我前几天看到就一直很想搭，决定试着搭搭看。回到饭店附近后，最后决定在李小璐吃这个，应该是大阪烧吧，可以垫肚子又不会太饱。之前来日本好几次都没吃到大阪烧，以前一直很想吃吃看。这家我觉得还不错，我点了一份猪肉的，吃起来蛮有层次感的。最下面的面煎到有点脆，美纳反应完的香气很足，加上中间清爽的蔬菜，整体偏甜。旁边有酱还有美乃滋可以加。但后来发现，其实直接吃就蛮好吃的。吃完午餐后，偷偷跑回去背包客栈睡了一下。再醒来时，已经接近晚餐时间了。在地图上搜寻看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最后犹豫了好久，决定再去寻找一次饭店地图上的汤咖喱。但真的好难找，我找了超久。这好像那个大家来找茬，我在那边一间一间对，不知道在哪边。哦，好像不是这个，好难找啊。すいません。敢有人坐啊？これはどっち間ですか？我找无啊，ですか？找无啊？在哪里啊？没看到哦，真的是。因为各位，我非常确定那一间店就在这个街区，或者是在街区的后面。然后我刚刚已经绕了整个街区，这个绕了第2次了。然后呢，它这个上面的小店有没有？里面这个巷子里面有2层楼，里面有一堆小店。我那边也绕了2、3次了，完全没看到。几乎每间店我都对过了。这样说，我如果再不找到，我就吃别家。然后呢，我刚路过这边的时候呢，想说有没有看到远远的有个黄色的灯？我想说，不可能在这么隐秘的地方吧？然后你猜怎么样？没错，真的不可能。这只是别人家，好，我要吃别家。找不到我也没办法。没想到我找到了。刚讲完，我正准备要去别的路找的时候，然后看到灵魂咖喱店，然后我突然瞄到，这还有2楼，我看到橘色那个 soup 咖喱，然后 soul stone。我刚刚就傻傻的一直在看这个日文，你知道吗？我是在玩那个，现在玩那个什么找错误的游戏，结果招牌完全没有这个日文。再来，终于到了我第一天就在找的灵魂汤咖喱。这间店真的让我找了好久，在2楼的小店，生意很好。后来跟背包客栈的店员聊天，他说这间店也是他的爱店。这间店一样有提供中文菜单，有4种汤底可以选，口味也很多种。最后我点了一份羊肉的汤咖喱，还有在饭上加点炙烤起司。这间汤咖喱的汤底有点淡淡的奶味，加上微微香料的辣味，整体吃起来清爽不腻，层次丰富，蔬菜跟肉都很新鲜。我觉得是这次北海道旅行里最好吃的一餐，然后我有点后悔加起司了，因为它的汤咖喱真的超好吃的，起司有点盖掉咖喱的味道，有点可惜。好了，吃饱喝足了。那边上面2楼，这个是李小璐的7丁目跟6丁目的这边。明天要去那个美瑛的一日游，然后10点20要集合，所以我可能也不用那么早起，大概9点起来就好。不过我那个背包客栈的房间他们那个打呼声跟交响乐一样，我猜有可能6、7点就会被迫起床了。好，先这样子。各位早啊！今天我们要去美瑛的一日游。好，到了集合的83出口，在这边集合。我提早10分钟到了，现在找一下，那导游是哪一个？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
哦，我是第一个。再来到了第4天，算是玩乐的最后一天了。明天一早起来就要去赶飞机了。今天一早收到了一个好消息，今天一日游的导游传了 mail 说昨天美英下雪了。我来北海道就是为了雪，终于能看到雪了。不过也因为下雪，所以要去买雪靴，害得我早上匆匆忙忙，赶快去唐吉诃德买。最后选了这个防滑防水的鞋套，大概台币200。今天要搭车搭蛮久的，车子开了快1个小时后，外面终于慢慢出现了雪白，一直到覆盖整片大地的雪色。中途导游放我们在休息站上厕所，下车时发现天上缓缓地飘下点点雪光。接着从休息站出发，再来又搭了一阵子的车，要到富良野精灵台。开着开着，路上的雪也越来越厚。来了北海道第4天，终于进入了雪的世界。这才是我想象中的北海道啊！周围的世界被白雪包围，大部分的色彩都被雪白覆盖。一望无际的雪原，让我在车上爱不释手。拿起相机记录下这一幕。路上还遇到一只超大只的麋鹿，但可惜来不及拍到，车就开走了。旅程的第4天，终于进入雪之国度。坐了好久的车，终于到了富良野。这边算是美英热门的观光景点，里面约有15间小木屋，有卖皮革、木工等手工艺品。听说是这边原住民手工制作的。周围环境被林木包围，加上雪国的招牌，还有这些木屋，让这里多了一些童话故事的感觉。环境整体不大，有点像是个迷你的村落。是个拍照的好地方。导游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半小时，大概逛了几间店，拍了一些照片后，时间就差不多了。结束了精灵台的行程后，接着又搭巴士在雪原中穿梭。下一个地点也是很有名的景点——四季彩之丘。四季彩之丘占地约15公顷，视野辽阔，也是个拍照的好地方。这边在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色彩。春季到秋季分别都会种不同种的花卉覆盖丘陵，冬季则是有雪上活动，像是我很期待的雪上摩托车，不过现在因为雪还不够厚，所以还没开始。这边因为视野辽阔的关系，真的很好拍，而且有足够的积雪，终于可以玩到雪了。第一次在这种雪地里走路，感觉很特别。这时太阳也刚出来。金黄色的阳光打在整片的雪原上，有点耀眼，有点美。另外，这边也有贩卖部，除了伴手礼以外，也有正餐和一些小吃。但我没去吃午餐，难得终于可以玩雪了。饿一下，我觉得还好。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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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嚓！好冰啊！好冰啊！啊，我相机都是雪啊！
虽然刚刚说饿一下还好，但最后有剩一点时间，买了旁边小吃卖的炸马铃薯泥和薰衣草双麒麟。马铃薯泥很好吃，感觉有加奶油调味，双麒麟也还行，薰衣草味道不会太浓，刚刚好。接下来的行程，导游带我们去伴手礼店，但我没打算买，毕竟我没托运，店也没什么特色，我就没放画面了。在北海道的天色很早就暗下来了，进入了一天中的蓝调时刻。这种光线配上雪原，让人有种身在电影场景的感觉。下一个地方我们要去看白须瀑布，到目的地时已经天黑了。这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意外，也打乱了我晚上的规划。车子打滑，从前面那边一路滑下来，然后现在动不了。大家可以先下车哦，我们先车先骑在。前面这边因为路面结冰，好冷，我脚上在抖。路面结冰，然后巴士一路从前面那样滑下去，然后撞到我刚刚那边，然后撞到后面停下来。现在大家都在努力的走上去。以前只有在网络上看过别人在雪地里自驾大滑，从没想过搭游览车还可以困在雪地里。在到了下个景点准备停车时，突然听到司机大喊“摇摆摇摆”，然后车子就滑下去了，然后嘣接近大声，卡在雪地里出不来了。好在景点就在旁边，所以导游先带我们去景点，司机大哥想办法脱困。白须瀑布又是一个很有名的景点，毕竟我报的是热门景点的一日游，但到了现场，老实讲，我觉得还好，可能因为是晚上吧，虽然有打一盏灯，但还是不好拍照。现场看是蛮漂亮的，但没有让我有特别共鸣的感觉。看完景点后，我们就回去了，去看一下司机大哥努力的结果还是没好。后来同时叫了道路救援，同时也开了另外一台游览车过来，打算先来载我。不过从市区开过来也要2个多小时。看着司机在努力，我们一堆人想帮忙，但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最后还是交给专业的来吧。所以我们就在冰天雪地中等了1个半小时，真的超冷的。最后道路救援来了，带了好几包好像是土还是碳的东西，还有链条铺在轮子底下，增加摩擦力，但还是卡着。最后在好几个专家半小时的努力下，车子终于开出来了。开出来的瞬间，众人欢呼。虽然等了很久很冷，但有这样的体验也是蛮特别的。导游说他带了这么多团，第一次遇到。该说幸运还是不幸运呢？再来到今天最后一个景点美瑛清池，可能是因为我们刚刚受困太久了吧，这边现在都没人了。我觉得这边比刚刚的白须瀑布好看很多，清池的湖面结冰，表面上还有像是雪花的痕迹，景色拍起来蛮好看的。但是要拍人的话有点难，除非自己带灯光来。大概拍一下就差不多结束了，停留的时间不长，再来就搭接近3个小时的车回去市区。明天一早就要去搭飞机了，所以这是我在北海道的最后一顿晚餐。原本打算用这边很有名的成吉思汗羊排做结尾，但因为困在山上，我回去时已经快11点了，大多店家都关门了，最后只好去买便利商店，一边吃一边在想羊排到底多好吃啊，只能留给下次的旅程来品尝了。接着最后一天来了，今天要搭中午的飞机，所以一早6点就起床准备了，提早2个小时到机场，一路上有点恋恋不舍，不知道下次再来是什么时候。北海道真的会让人流连忘返。早上6点起床，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7点了。这次影片就到这边，谢谢收看。